既然扬标扬报，担心在牢中被人下毒，李大人可做了防范？下官立刻加派人手，日夜在牢中守卫。参犯饮水呢？李大人必须指派专人负责。倘若他二人果真被人毒害，本府唯你是问。是，下官立刻遵办。你且将在牢中负责看管他二人的牢头招来，本府有话交代。是。敢问包大人，您是打算？你想知道本府的打算？不，下官不敢。包大人是为李大人好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恐怕连李大人都会成为被害的对象，所以李大人还是不知道的好。是，下官不问，下官什么都不知道。头上吃的来了！不是给你们的，这是特别给里头两位准备的，哪轮得到你们呢？就！哎，来，有酒有肉，你们尽管享用吧。啊，来呀！老头，啊，这酒菜是谁给的？哎呀，你就别管是谁给的了，啊！哎呀，保证没有毒。不信？嘿，那我吃给你们看。嘿，哎呀，那，好吃。哎呀，行了吧？你们相信了吧？要是有毒啊，就先毒死我。来，吃吧啊，保证没毒的。来，那这是鱼，哎，还有酒。哎呀，你们尽情的吃吧，啊，好好把握住最后这一餐。你说什么？为什么是最后一餐？包大人传下话来了，说你们假造相册的案子犯了，明天就要升堂问案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假造相册？你快说清楚！听说你们是犯了克扣军饷的死罪，包大人身边的铡刀是先斩后奏，不必等到秋后处斩。这不就是你们的最后一餐吗？老头，帮忙！麻烦你禀告包大人，就说我们就要吃香饼。咦，明天到了公堂上，不就见着了吗？不，到了明天就来不及了。老头，帮忙啊！老头，帮忙啊！啊！跪下！你们要见本府。是包大人，属下兄弟二人承认犯罪，请包大人从轻发落。你二人身犯何罪？我们确实克扣了军饷，相册是补造的。明日升堂之后，本府自会裁处，你们又何须前来？军饷已经全部补发了，包大人明鉴。那又如何？军士以身家性命报效朝廷，出生入死，任劳任怨，每月所得寥寥无几。你们却狠心克扣，重保私囊，难道说补发了军饷便可无事不成？可是我们也罪不至死啊！哼，
谁说你们罪不至死？分明是你们为图脱罪，派人杀害孙强父力，教唆杀人，罪上加罪。大胆！不是我们，我们知道谁干的。既然不是你们教唆，又怎会知晓是何人所为？包大人，我们愿意说出实情，请包大人从轻量刑。哦，你们是在向本府提出条件交换？不，属下不敢，属下兄弟只是想将功折罪。既然如此，那孙强父力究竟是何人所杀？是武进。武进又是何人？大人，武进是和沈指挥来过驿馆的马军偏将。杨彪，那武进与他二人可有夙愿？不，他也是受人指使。他是受何人指使？沈让，沈指挥。大胆！那沈让乃是商州马军指挥，又是你的直属官长，岂能容你任意攀污？属下所说句句都是实情。那孙强不过是一名普通士兵，傅力不过是一名大牢狱卒，沈指挥与他们又何深仇大恨，非要将他们置于死地不可？本府倒要听听，你又如何自圆其说？回包大人，沈指挥一向对军纪要求甚严，孙强犯了抢夺之罪，他认为有损军誉，所以不等秋后处决，就以私刑处死。若是如此，你们又怎会知晓？是他当面对我们说的。不仅如此，昨天他来探监，又以有损军誉为理由威胁我们，所以我们才怕他下毒。真相是否如此，本府自会查明。待全案侦查完结之后，本府再对你二人所犯之罪进行裁处。牢中饮食不必担心，本府可以确保无毒。来人呐！在。将他们押回大牢，听候裁处。是。走，快点，快点。包大人，可是前往州衙提审了杨彪、杨豹？这，沈指挥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，本座只问你，包大人问些什么话？但杨彪、杨豹又说了些什么？哎呀，我不知道啊，我根本就不在现场。你是商州知州，包大人提审他们，你怎会不在现场？包大人不准呐，我哪敢有意见呢？请李大人安排一下，我要去探监。不行，不行，这回绝对不能再去了。上回李大人百般请求，要我去大牢安抚他们二人，如今怎么又不能去了？唉，包大人再三交代，只要有一个外人进入大牢一步，就唯我是问呐。沈指挥，实在是不能再去了。李大人不说，谁又会知道？哎呀，包大人提审两位杨指挥，不是也没人说吗？可沈指挥立刻就知道了。万一衙里有人向包大人禀报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沈指挥，你就是杀了我也不行啊！大
方才在州衙，何不立刻传李全问话，也好确认沈让昨日究竟是否再度探监？不能急。李全虽然蛮憨无能，却也不能完全排除共谋的可能。倘若急于问话，只恐反而打草惊蛇。然而杨彪、杨豹兄弟二人既然肯承认伪造响册、补发军饷，可见他们的确非常害怕遭人下毒。那只是片面之词，不能尽信。或许是他们为求脱罪而采取的保命之道。不过，既然他们供出了沈让与武进，就给了我们追查的方向。启禀大人，天购的马匹已经买到，死去的那一匹也已经掩埋处理掉了。大人，属下在马市之中听到了一些关于商州马军的传言，不知对大人是否有用？说来听听。是。马贩中盛传，商州马军在3年内汰旧换新，购买了上千匹马，被视为少见的大买卖。哦，有这等事？大人，依军中规制，每10人养马2匹，商州马军人员总数2500人，依规定养马500匹。500匹马，在3年之中，竟然更换了2次。还有一个传言，不知道是否准确，说商州马军的指挥沈让，拥有世间罕见的名贵宝马，4、5匹之多。既然是世间罕见，他又是从何而来？大人，传言是这样，但是详细的情形就不知道了。本府明白了，此事不得向任何人提起。你们退下吧。是。原来沈让自己也有问题，看来势必要问李全了。大人，公孙先生，传言虽未尽可信，却不会空穴来风。此事暂且不要让展护卫知晓。大人是担心展护卫为难？不错，沈让是沈蝶之兄，在没有完全确认之前，本府不想让展护卫平添无谓的烦恼。小心。人生的际遇实在太奇妙了。几天前的晚上，也在这里。那时候还不知道我是生是死，现在不但熬过来了，而且我们能够这么幸福的在一起。我跟你说过的嘛，会永远在一起。我记得你说过，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拆散我们。这是我的承诺，我一定会做到。从来没有违背禁令，让任何人去探监。大人怎么会对下官有所疑虑呢？你当真没有违背过？
上次沈指挥探监之事，下官已经知错了。那么第2次呢？杨彪、杨豹已经亲口向本府供认，难道你还想隐瞒本府？下官，你3番2次让沈让进入大牢，想必与他关系匪浅。莫非你拿了沈让的什么好处不成？不，第2次是因为杨彪、杨豹以自杀要挟，一定要见沈指挥，所以下官只好答应。还有呢？那沈让可曾再次探监？没有，绝对没有第3次。哦，昨天沈指挥通知下官去马场见面，再度要求探监，下官当场就拒绝了。李大人是不是常常去沈指挥的马场？不，下官只去过几次。沈让身为商州马军指挥，他的马场里面一定都是一些宝马神驹。这下官对马匹所知有限，所以分不出是宝马还是烈马。在下虽然是一介文人，不过对马却挺有兴趣。不知道李大人可否带在下前去开开眼界？这个沈指挥向来不让外人到马场去。哦，那就算了。哎，要不下官先知会沈指挥一声，知道是公孙先生要去，或许他不会拒绝。哈，那倒不必，看不看没关系，在下只是随口问问。是。李大人，如今那杨彪、杨豹既是人犯，又是人证，所以本府才再三要求你注意他们的安全。你可明白？下官明白，下官明白。不仅如此，他人所涉案件另有牵连，李大人最好多加谨慎，否则稍不留意，便会犯下共犯之罪。届时，莫怪本府未曾事先知会。是，下官知道，下官知道。将军，衙门里传来消息，李全已经加派了大牢里的守卫，据说是为了防止杨彪、杨豹被杀害灭口。杀害灭口？据说他们现在不单是人犯，而且是人证。将军，是不是包大人查出了什么？不，是杨彪、杨豹出卖了我。可是包大人并没有对将军采取任何行动啊！吴进，你杀傅立的时候，可曾留下线索？没有，我还特地不用刀，而是换了一把剑杀他。的确万无一失，所以杨彪、杨豹口说无凭。包大人没有动我，是因为还没有找到证据。将军，如果是说到证据，那些宝马日后肯定会变成麻烦的，不如把他们送出商州吧。我能送到哪儿去？如此宝马，任谁见了都会起下觊觎之心。我又怎能放心的托付于人？要不，干脆把他们都杀了，以绝后患。吴进，你给我听清楚，这些宝马不只是马，他们还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家人。这种话你不准再说，永远不准再说。是，敬师爷。在这世上，他们是我唯一信任的朋友，我宁可为他们而死。走，跪。包大人，是不是已经查明了武进才是杀死傅立、孙强的凶手？如今可以证实属下说的话了吧？追查凶案，岂能如此快速？本府乃是有事询问。
我们一定有问必答。你们可曾去过沈指挥的马场？那是他的私人马场，一般不准人进去。不过我们兄弟二人倒是经常去。他身为马军指挥，为何还需要私人马场？沈指挥有4匹价值连城的宝马，不属于马军的财产，所以派了专门的士兵在马场照顾。你们确认是价值连城的宝马？我们都是马军指挥，这一辈子都和马匹混在一起，绝不会看错。那宝马又是从何而来？这属下就不知道了，我们也不敢问。商州马军马匹的汰换情形如何？汰换的相当勤。就属下记忆所及，这3年来，在我右卫营就几乎全数换了2次。左卫营也是如此啊。汰换如此之勤，可是常态。在正常的状态下，不该换得这么快。不过汰换军马是马军军部的决定，营级无权干涉。你们也不曾提出质疑。这军部的说法是汰旧换新，提升战力。可是新换的马普通的很，根本就很难挑出骏马，而且还有不少烈马。本府若要有事，会再来询问你们。大人回来了。展护卫没有去陪伴沈姑娘，她已经好多了。大人，可以派遣任务给属下了。此案不必展护卫费心，就像本府说的那样，好好陪陪沈姑娘吧。啊！公孙先生，展护卫，大人还等着和学生研讨案情，展护卫莫要见怪。如今看来，不得不将沈让列为涉嫌最重之人。6年前，本府向皇上保荐于他，或许未必正确呀。大人为国举才，又岂能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当初，本府习他为难得一求的武将，却忽略了他的人品心性。倘若他真犯下这些罪行，本府实在难辞其咎。无论如何，还是先查明真相为要。大人若要追查沈让是否涉案，所谓宝马名驹及换购军马之事，便是着手之处。然而，李全不识良莠俊烈，杨彪、杨豹又无实证。大人，展护卫去过沈让马场，想必知道。公孙先生分明知晓本府心意。大人，请恕学生直言。请说。倘若学生换作是展护卫，
无论是否面临两难之境，也不希望被排除在外。公孙先生此话怎讲？展护卫来自江湖，倘若因为涉及私人感情而失去追随大人之初衷，当初又何必投效朝廷呢？展公子，小姐来了。怎么又出来了？在屋里实在待不住，如果不是公孙先生交代要多休息，我恨不得能一直待在院子里。包大人他们回来了。你总不能一直陪着我，去看看包大人有没有事要你帮忙。包大人暂时还不需要我。那怎么行？他如果真的不需要你帮忙，你又何必跟着他呢？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没事。展大人，包大人请你到厅里说话。你快去吧，别管我。玉珠，我们回房休息。在沈姑娘治病之前，你曾说过要带她离开，寻个无人之处单独相处。展护卫可还记得？展昭记得。如今她已无大碍，你何不再考虑离开之事？大人，您是想把我支开？你怎会有如此看法？孙强一案是否牵扯上了沈让？请大人不必隐瞒。你果然观察入微。不错，沈让的确可能涉案。大人并未断言沈让有罪，一切还有待查证。大人，可否让属下知道详情？小姐，你在想什么？展公子才刚刚离开一下子，你就又想他了？我不是在想他，我是想回府去。回府？我们不是在这儿待得好好的吗？我留在这里，他每天都得陪着我，什么事也干不了，不如回府去休养，才能让他安心的帮助包大人。
如今，虽然沈让只是涉嫌，可是，一旦确认，你势必陷入两难之境。沈姑娘与他是兄妹，本府若要你去查他，对展护卫而言，又情何以堪？因此，从现在起，你必须置身事外。张护卫，还是带着沈姑娘离开的好。如果沈让真的有罪，沈姑娘肯定无法承受。大人，能不能让我仔细考虑一下？当然可以，毕竟你总要面对沈姑娘。张护卫，公孙先生，请放心，我不会透露这件事，我不会辜负大人对我的信任。大人，马场我去过，只有一匹叫白龙的马，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名驹。那匹马由何而来？你可知道？沈让说，当年他马术夺魁之后，一位王爷送给他的。如今，他已经将白龙转送给我。送给你？他说，那是沈家给沈蝶的嫁妆。别怪我把你送人，不过你的新主人会像我一样疼你的，你不必担心。将军，白龙是将军拥有的第一匹宝马，又是将军最疼爱的一匹马，你怎么能舍得送给展昭呢？我一生中，除了这些宝马之外，小蝶是唯一让我挂心的。展昭救了他的命，又让他有了归宿。别说是一匹白龙了，就算让我付出再多，你也值得。万一如何？快说。万一有一天，包大人派他来查将军的话，放心，只要我们谨慎一点，不会有那一天。小姐慢点。你还没睡啊？你不是也没睡吗？记得我在接受公孙先生治疗的前一天晚上，也是这样的情形。你也睡不着啊？
那时候我在担心你。现在我的病已经治好了，你又为什么睡不着？我知道，你心里一定有事。白天我没来得及问清楚，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。你不要担心，没有任何事情能难倒我们，连我这不治之症都能治好，还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的吗？我会告诉你的，可不是现在。我可以暂时不说吗？当然能。在这之前，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。好像我记得，我也对你说过这样的话。你说过。好，现在我的回答也跟你一样，我答应你任何事情。我也只有一件。好，你说。听我的话，回家去休养。你别误会，我并不是要赶你走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如果你继续留在这里，包大人一定会要我专心陪着你。若是这样，我就无法帮包大人办事了。我知道，其实我也不希望因为我的原因而影响到包大人的公事，更不想成为你的负担。你放心，我每天都会去看你。你不用担心我。其实，我也早就觉得应该回去。一直待在这里，打扰包大人，实在是不应该。小蝶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其实，就算我回家去住，你也可以来看我，我也可以到这儿来看你呀。不行，你不能太累了，我去看你就行了。只要你不耽误公务就行了。这样吧，去问问公孙先生，听听他的意见。啊，沈姑娘要回去？如果公孙先生认为没有问题，我想明天一早就回家休养。如果单论病情，当然是回家休养最好。毕竟驿馆简陋，比不上在府里方便，而且照应的人多，也省得绿珠姑娘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公孙先生的意思是我可以回去了？可以。服药换药的事情，我会交代给绿珠姑娘。过几天我再去府上看看你的情形就可以了。多谢公孙先生。绿珠，你要记得，小姐不能太累。如果有什么突发的状况，立刻来通知我。公孙先生，请放心，我相信，如果展公子能够天天来看小姐的话，小姐的身体一定能够很快就恢复的。展公子，你放心，我每天都会来看你。哦，沈姑娘要回家去。是的，明日一早就走，展护卫会亲自送她回去。学生跟她说，大人正在公忙，所以没有让她来辞行。也好。
像沈姑娘这样一个无辜的女孩，连本府也不知该如何面对。依学生推测，沈姑娘于此时离开驿馆，应该是展护卫的意思。不错，只要沈姑娘在她身边，她就更难决定。公孙先生，这些日子打扰了，沈蝶在此向您致谢。沈姑娘不必言谢。治愈姑娘绝症的经验是在下最大的收获，该致谢的是在下才对。公孙先生客气了。绿珠，公孙先生，我的交代别忘了，无论是换药、熬药、吃药都不能错，记得吗？绿珠知道，公孙先生尽管放心。那就好，轿子要慢一点，别颠着你家小姐啊。是。还请公孙先生代沈蝶向包大人致意。放心，我会的。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公孙先生，麻烦你转告包大人，我去叙就来。走。将军，什么事急成这样？小姐回府了。什么？是展昭送回来的，现在正在厅中等候将军。展护卫，沈指挥，请坐。请。哎，小蝶呢？她有些累了，绿珠在招呼她休息。小蝶突然回来，怎么事先也不通知一声啊？是临时决定的。难道包大人打算离开商州？还没有。啊，那一定是小蝶自己吵着要回来。不，是我要她回来的。哦，这又是为什么？府上比驿馆舒适，对小蝶比较好。而且我必须替包大人办事，也不能一直照顾她。她回来是比较好，而且也不会耽误你办公事。谈不上耽误，不过也的确让我分心。这证明你的确把小蝶放在心上了。还请沈指挥不要怪罪啊！哈，怎么会呢？你又不是不来看她了。我答应小蝶每天来看她。那就好。哎，对了，包大人要你办的是什么案子啊？还是杨彪和杨豹的案子。他们两个是我商州马军左右卫营的指挥。啊，现在既然在查办他们，我也不便过问。沈指挥放心，包大人一定会秉公办理。那么案情进展的顺利吗？最近我一直在陪小蝶，我也不太清楚。
现在你参与查案了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随时来找我。我们商州马军会全力配合你的。谢谢沈志伟。哎，你除了来看小蝶之外，也得抽空去马场看看白龙，他灵性的很，你应该和他多多亲近。别忘了，他是我们沈家的嫁妆哦。他走了吗？他走了，他是等将军回府后聊了半天后才走的。他们都聊了些什么呀？我哪知道呀，将军才不准我待在客厅呢，我可不敢再惹他生气了。绿珠，将军，别在小蝶面前把我说得太凶，我这妹妹会怪我的，知道吗？是，将军。哥。哎，小蝶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这次回来是你的主意，还是展护卫的主意啊？是我们2个人的主意。好啊，现在已经变成我们了，把我这哥哥给排除在外了。哥，你就别再取笑我了吗？回来也好，在这儿可以好好休养。他呢，可以好好帮包大人办案，而我可以天天看到我的宝贝妹妹，皆大欢喜嘛。哎，哥，包大人要他办的什么案子啊？我怎么方便问他呢？不管是什么案子，都跟我们扯不上关系的。我希望他能够尽力，最好他能帮助包大人顺利破案。你考虑过了？是。你决定如何？大人，请让展昭参与查案。我把小蝶姑娘送回去，就是因为不希望有她在，而影响到我对查案的公正和客观。可是这么一来，你和小蝶姑娘之间恐怕会……如果沈让真的有罪，到时候她最需要的是关怀和安慰，我会和她一起面对，不管她会不会责怪我。展护卫，当然，我希望查证的结果能够证明沈让无罪。2种结果都有可能，不过展护卫要有个准备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会坦然接受。好，既然展护卫已有准备，大人。不，我不同意。大人，本府办案一生，最不愿意见到的，就是公与私之间的矛盾。即使能够做到所谓的大义灭亲，那虽然令人称颂，可是实质上却十分的残忍。在公理正义与情感人性的挣扎矛盾之间，斗争的结果，受伤最深的，往往是执法者自己。大人一向以铁面无私称颂于世，为何大人能够做到，展昭就不能呢？因为你没有必要这么做。若是为了大是大非，
展昭就必须这么做。可是，一旦因为你的参与而直接、间接伤害到沈让的性命，那么你与沈蝶之间的裂痕恐怕永远无法弥补。这一点你可曾想明白？展昭出身江湖，一向讲求是非黑白、善恶对错。追随大人多年，大人对属下的言传身教，属下铭记在心。这些年，属下也从未因私而害公，更一直引以为傲。大人，展昭心意已决，请大人成全，不管后果如何，展某一肩承担。既然你之意如此，本府不再坚持。好，你可以加入查案。多谢大人。将军武功盖世，无计难以匹敌。上马再战。好，驾！我本想借探望小蝶，随时前往驿馆观察动静。如今小蝶已经回府，你要多加留心打探，知道吗？是，我就会随时留意的。驾！马场除了白龙之外，其他的马匹只能算是一般的军马，并没有看见所谓的宝马神驹。杨彪、杨豹和马氏的传言是否有误？其他的马可能已经被他藏起来了。有可能。可是他为什么不把白龙也藏起来？这是因为他要把白龙送给你，甚至可能想利用你来证明他只有一匹白龙是宝马，而且是合法获得的。展护卫，公孙先生不必避讳，否则无法言上案情了。公孙先生的确多虑了，本府确信，沈让即使涉案，也不会以沈姑娘的终身大事做文章，两者应无关联。是，学生失言了。不过那毕竟是沈让的说辞，我们还是必须证实才行。究竟送白龙的那位王爷是谁？是否真是那位王爷所送，都需要查明。大人，属下去问他。不行，只要一问，就会让他有所警惕。他是否说过，白龙是当年常山赵子龙所骑的千里追风白龙驹的后代？不错，沈让的确这么说过。既然如此，学生曾经在一册专记宝马典故的书册里面读到过，白龙驹代代相传，最后落到前朝后周的皇室手中。柴王爷，哪位柴王爷？太祖皇帝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之后，后周皇帝退位称臣，
太祖皇帝赐他柴家历代封王。如今的这位柴王爷已是世袭2代，部分皇室遗物准许柴家保留。这白龙马莫非也在其中？这么说来，沈让所言不虚。不，还必须证实的确是柴王爷所赠。大人与柴王爷私交甚密，只要大人修书一封，快马传递，相信很快就能得到答案。不错，大人，倘若真能证明白龙的确是柴王爷所赠呢？若是如此，就必须转而追查其他宝马的藏匿之处，或者查出其他的证据，才能确认沈让的罪行。不可能啊！包大人，那些宝马的确在马场里。然而，据本府所知，马场之中，除却一匹白龙之外，其余皆是普通军马。包大人，我们去过马场好多回啊，不会看错的。是沈指挥，一定是沈指挥把马藏起来了。哦，那么他又会藏到何处？这属下就不知道了。不过，沈指挥这人一向爱马如狂，这些马一定还在商州境内，他绝对舍不得送走。偌大一个商州，又如何寻找？包大人，有个人他一定知道。你说说是何人？武进，沈指挥最信任他，什么事儿都交给他去办。那武进究竟是什么出身？回包大人，武进是3年前随沈指挥一起来商州的。沈指挥还在军中，为他补了个偏将的缺。其实，他只替沈指挥办事，并不管马军中的公事。所以沈让将身边的事就交代给他。不仅是身边的事，就连马贩都是由武进负责接头的。哦，那武进又怎会与马贩有所往来？听说武进原本是个马贼，打劫用的马匹需要替补，都是由那些马贩替他找回来的。沈让身为马军指挥，怎会将一名马贼带到军中来？听说沈指挥曾奉令剿灭马贼，抓住了武进后，却没有上报问斩。从此以后，他就跟着沈指挥了。此事想必他们不会对外言讲，你又怎会知晓？回包大人，属下在马军10年，和那些马贩都已认识多年，是他们告诉属下的。你且将那些马贩的姓名、住处交代清楚，本府自会查明。是。小姐，是展公子来了吗？小姐，我们上午才回来，展公子怎么会这么快就来呢？唉，原来小姐真的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！我变成什么样子啊？望穿秋水，如梦如痴，失魂落魄，神魂颠倒啊！你胡说些什么呀？这都是些什么句子？全都凑在一起了。我是在说小姐现在的情形呀。我不跟你胡说了。你刚才叫我干什么？哦，我是说还是回来住方便，还有人帮忙。在驿馆住的时候呀，真能把我给忙死。
这段日子真的像做梦一样，时间虽然不长，却有这么大的变化。但是就算是做梦，也是好梦，美梦。真怕梦会醒过来，一切都又变了样。不会的，小姐，老天爷才不会对你这么残忍呢。但愿如此吧。有话就说。将军那一天和展昭比试，你想知道胜负如何？是。展昭的武功的确不差，虽然我们只是拳脚相搏，点到为止，可是彼此应该不相上下。如果用上将军的大刀呢？那就不同了，我用的是大刀，刀走霸气，适合马上交锋。他用的是剑，剑走轻灵，适合近身搏击。怎么？你想和他比试一下？是。不知道武进这把刀，你的长刀兼具马上近身之长，却同具其短，在马上不够霸气，近身不够轻灵，你应该不是他的对手。大人，武进既然参与审让诸多事务，何不由他身上着手？或许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证据。不，他有一名马贼，专为追随沈让，二人之间必有外人所不知的关系。只怕非但追查不出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还是等收到柴王爷的回函再说吧。大人，张龙赵虎传递大人信函，大约何时可以回返？柴王爷府邸在青州，距此地大约200多里地。这一去一回，明日此时应该可以回来。有关宝马民居之事，如今犹待查证。在此之前，可以将马军账册调出查看，借此可以查出，在汰换军马之时，沈让是否从中谋取不法利益。大人若去查马军账册，岂不是让人有了防备？公孙先生素有过目不忘之能，倘若只在当场查阅而不带回驿馆，想必不致起人疑窦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叫李全通知沈让，明日前往州衙与本府见面。是。大人，属下要做些什么？你还是去看看沈姑娘吧。大人，属下每日调查沈让的案子，却还要去面对小蝶，的确有些困难。是否能让属下暂且避开一阵子？本府明白你心中的爱难之处，然而若不如此，恐怕会让沈让心生疑虑。那展护卫又将如何投入办案之力？此举虽然残酷，却必须
勉为其难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展护卫，申指挥，包大人已令李全李大人通知我前往州衙，你又何必再跑一趟？我是来看小蝶的。待会儿我想去马场看看白龙，还请武进帮忙带路。那是当然。武进，在。你留在府中待命。是。可知包大人传我去州衙，为了何事？想必还是为了扬标扬报、克扣军饷的事情。说来惭愧，律下不严，却让包大人费心。申指挥虽有疏忽之错，但毕竟犯错的是扬标和扬报，相信包大人只会对沈指挥略施薄惩而已。那么，孙强的命案又查得如何了？依包大人推测，应是扬标扬报所指使。只是案情的内容，请恕在下不能多谈。那当然，是我多此一问了。来人，带展护卫去见小姐。是。啊，请。将军，包大人真的相信孙强命案是扬标扬报所为，而没有怀疑吗？难说，不过也不必担心，他查不到证据。这2天包大人几次前往州衙，提问扬标扬报，如今再传将军前去问话，武进担心。放心吧，我自会应对。展公子，请用茶。谢谢。小姐，我去加点热水。你和展公子也可以说说贴心话。这丫头，去吧。你还好吗？我昨天才回来的。你说能坏到哪儿去？我是在担心你。我没事的，你不是帮着包大人办案吗？怎么现在有空过来呢？包大人去了州衙。包大人也去了州衙？那哥哥是去州衙见他了？包大人找哥哥去干什么？包大人是开封府尹，商州归他管辖。找你哥哥只不过是例行公事，这很正常。啊，吓了我一跳，我还以为包大人查的案子和哥哥有关呢，害得我担心了半天。好了，我得走了。刚来就要走啊？我答应过你哥哥，抽空去看看白龙。武进还在等我呢。你应该多去看看白龙，他很有灵性的。你也常去马场？啊，我不常去，我只敢骑在白龙背上。他好像认识我一样，每一次步子走得特别稳。好了，让武进等太久不好。啊，你虽然会武功，不过骑马要小心呢。小蝶，你放心，我的骑术不比你哥哥差。
小姐，长公子怎么走了呀？他去看白龙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新姑爷呀去检查嫁妆去了。这臭丫头！的确是匹好马，这是将军最爱的一匹。那其他的呢？将军爱马，每一匹都是他的珍宝。这些都是好马，可是比起白龙，就差多了。宝马良驹，岂可多得？哼，不错，能遇上一匹，已经难能可贵了。听将军说，你的武功很高。那是沈指挥抬举我了。哼，将军的武功也很高，我曾经是他的手下败将。是吗？听将军说，你和他打成平手。那只不过是过过拳脚，点到为止。如果用兵器呢？没有交过手，很难定论。将军用的是长兵器大刀。如果在马上，你一定不是他的对手。我跟沈指挥恐怕没有机会用兵器较量。战护卫，我想和你较量一下兵器。我今天是去看你家小姐，我没有带兵器。那是我的。我不想和你比，只是切磋印证武功而已。你认为我不配和你比试武功？不是不配，而是不必。你若坚持不肯，就是看不起我。我只想和你比一比，并不是要和你拼命。那好吧。末将参见包大人。沈指挥免礼。谢包大人。沈指挥可知，本府传你前来，所为何事？末将不知。杨彪、杨豹涉及孙强命案之事尚未结案，如今其所提出的军饷账册，经本府查明，竟是假造。竟有此事？末将失察，请包大人降罪。待全案终结之后，本府自会将你督下不严之罪一并裁处。是，末将静候惩处。本府执掌开封，商州隶属开封管辖，本府职责所在，不能不追根究底。那杨彪、杨豹竟能假造饷册，其他各营又怎能不查？是，我将立刻将各营饷册送往驿馆，请包大人查阅。不仅是饷册，举凡兵籍名册、往来文书，一概要查，也免得还有其他弊病。可是数量繁多，送往驿馆恐有不便，请包大人明鉴。不必送来，公孙先生自会带本府前往各营查看。是，
末将全力配合。马军何处军营距此最近？回包大人，是左卫营。左卫营已有严重失误，不是要查，而是要办。待杨豹结案之时，一并处理。是。其次便是马军军部。哦，沈指挥亲自掌理的马军军部，还需要查吗？末将自问并无疏失，坦然受检。好，就从你马军军部查起。好剑法，我甘拜下风。你那把长刀也不是常见的兵器，马战或步战都可适用。那倒是。难怪将军对你的武功赞不绝口啊！能接住你那把刀的人也不多嘛。只有将军和你。我曾经和杨豹交手过，你的武功比他强多了。可是我有点奇怪，他是左卫营的指挥，而你却不过是一名偏将。这个偏将的职务，只是便于随侍将军在军中行走，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。